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陈安茂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又再次在镜头前遇见了武术大师陈安茂老师，赶快一起来跟陈老师打声招呼。老师好，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安茂。好的，还有这个高世峰老师。好，主持人好，谢谢您来，观众朋友大家好，谢谢你一起参与。好，老师，底下有朋友提问，请问老师，到底生肖姓名学是用繁体或简体来进行算命呢？因为他们的笔数都不一样，我觉得是用繁体字的，发明人都是用繁体的，您说是不是呢？这个朋友相当有趣，老师是不是呢？生肖姓名学的发明人就在这里。是。我们生肖姓名学没有公开以前，都用笔数在算。那笔数姓名学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他不是用繁体，是他发明人是用日文。那日本的文字有2体而已，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字的字体有6种，草书、隶书、行书、楷书、大篆、小篆，这6种是属于官方字体，加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写的那一体。对，所以大概每一个人都有7体。生肖姓名学老师当初在研发的过程里面，它是以中国文字的造字学，所以仓頡造字金鬼神，就因为造字学里面它含有阴阳的哲理，那生肖的特征跟文字之间合在一起，衍生出我上节目跟观众介绍的，还有我们观众现在在外面看到的什么生肖姓名学的。都是老师上节目把它公开，所以很多内陆的客人，他们来让我看的时候，他们不会写繁体字，他们都写简体字。但是坐下来在论命的时候，还是在做视讯的时候，我都会用繁体字，然后跟他解释你的姓名的架构是什么样子，让他知道说生肖跟文字之间的关系是用繁体的那个。架构在做对照，是，所以我帮内陆那边的朋友，他们取完名字，我最后会补一句，因为老师不会写你们那边的文字，所以我的这个繁体字，如果你们看懂，你们在户政机关在更动的时候，记得用你们的字体，因为你们那边没有繁体，所以姓名在用各国不一样，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有一半是繁体字的人，一半是简体字的。年轻一辈的大概都简体字，那比较老一辈的大概他们还是用繁体字，因为当初新加坡跟台湾的关系比较紧密，所以大概五字头的应该都是以繁体字为主，那6、7、8字头的一半一半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生肖姓名学不在文字的字体是什么，而是在这个字的造字跟生肖之间的契合。所以不是开发的人用繁体字，是研发生肖姓名学的我就用文字学的整个造字的意境跟生肖的天干地支跟生肖的特征斗起来的一个学问。是 OK， 老师，所以即便这个问题，他说，假如他像你说这个大陆的朋友，他找你命名的时候，他们最后回去还是写简体字，可是，在呈现上会是繁体的现象，意思是这样吗？表现出来的还是以繁体字的字体做一个表现，所以我在跟他们做解释。论命的时候，我都用繁体字，然后再解释给他们听。这样通了，这样我也听懂。对，再次感谢老师你的解说。好，谢谢老师。这位朋友的问题问的真的相当好，因为同时也是很多朋友的心中疑惑了哈。特别在大陆人口又那么的多，那到底生肖姓名学以来论，大家很想知道是什么样一个答案。今天有答案了，再次感谢老师，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也欢迎各位朋友记得订阅、按赞，特别按赞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因为按赞影片才有办法推播给更多人一起来认识陈安茂老师哦。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下一次有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